非洲有一个神秘部落，是非洲最后一个保持原始生态的民族。这个部落是以畜牧种植为主的，部落里的男人常年外出狩猎，而女人就在家负责家务。听说过这个部落的人都知道，这个部落的人是不穿衣服的。几个世纪以来，无论男人女人，大多保持着袒胸露乳的传统习俗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非洲地区一直以来也都有着梦想之地的别称，这是一片神奇的大陆，拥有着世界上最具原始气息的人事物。在这里苍茫的非洲大草原中，河马、狮子、猎狗在这里生活，演绎着自然界最残酷的弱肉强食。整体来说，非洲大陆是充满原始的。不过要说这里最具原始气息的东西，还要说到这里的部落。非洲的部落文化特别丰富，据了解，超过数千个不同的非洲部落散落在非洲各个地区顽强生存，在大自然的残酷中积极求生，是这片大陆最具代表性的东西。只不过这些部落文化如今却在一一消失，比如最鼎负盛名的辛巴族就是其中一个。辛巴族主要生活在纳米比亚，是一个即将消失的原始社会群体，也是非洲最后依旧保持原始生态的民族之一。有趣的是，这个部落原本生活在安哥拉，17世纪的辛巴族人从安哥拉高原迁徙到纳米比亚，曾经是非洲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之一。19世纪，纳米比亚的辛巴族遭到非洲南方族群的袭击，但顽强地幸存了下来。大部分人逃到安哥拉，组成他们自己的队伍，又去掠夺其他的部落，最后还是回到了纳米比亚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，他们的居住地受到不断的袭扰，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，他们选择退守丛林，聚集在一个个孤立的小村落里，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远地方，维持着500年前的生活方式和习俗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只是时代与地域不同，人们对美的标准认识也不同。辛巴族妇女追求的是以裸为美，因此辛巴族妇女至今都拒绝穿上衣，因为她们的皮肤都出奇的好，几乎看不到皱纹。她们之所以能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还能保持如此好的皮肤，主要是得益她们追求美丽的痴心与恒心。辛巴族妇女每天都要花3个小时美容，从早上5点起床开始，就要用一种特殊的香料熏私处，效果类似桑拿，要熏到浑身出汗为止，然后就是全身按摩，之后再用一种自制的棕红色涂料涂满全身。这种涂料是用当地一种粘土研磨而成的，可以防止皮肤起皱纹，还有防晒及御寒之效。辛巴人以家族为单位，成为一个个小的族群，他们蜗居在自己的部落，几乎没有交通工具，与相距不远的部落走动，这也造成了近亲通婚，使得辛巴人寿命很短，且 AZ 病严重。国际红十字会每年会派志愿者和医生到各个部落，为辛巴人检查身体和治疗。现在的辛巴族人也开始慢慢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在这个小小的部落里也有学校，墙上张贴着英文字母和单词。辛巴人的村庄在一片树林旁边，房子是红土和牛粪砌成，屋顶是圆锥形铺上了茅草。辛巴人简陋的房屋，房子里只有几张动物皮，没有任何家具。部落里的学校是一间比普通土屋大很多的房子，墙上贴着数字和单词的挂图，看样子是很多孩子一起上课。辛巴人的食物主要是牛羊肉、土豆和玉米煮的糊糊，吃饭是用手抓来吃的。走进辛巴人部落，是一片红土地和一个个尖顶的小土屋，小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，中央是一个火盆，用来熏香沐浴。所谓沐浴，就是用火烤一种植物冒出的浓烟来洗浴身体的。辛巴人从来不用水洗澡，如果你用烟来沐浴，那种烘烤植物呛人的味道会令你很难忍受，可以把你的眼泪都熏出来。说到婚姻，在辛巴族，每当一对新人要结婚时是很郑重的，男方一定要给女方以牛作为聘礼，但因为男妇比例失调，辛巴族女性因过剩而贬值。按当时行情，3头牛就可以换一个老婆，谈判由父亲担任，但是必须是1头公牛2头母牛，这样的搭配也是为了能在将来拥有更多的小牛。除此之外，这些牛一定要高大威猛，
而且必须是黑色的牛，牛的尾巴一定要能够沾到地面。如果女方不满意牛的外形的话，这门亲事就不被同意。据说最漂亮的姑娘要6头牛来换。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老婆，只要你有足够多的牛。辛巴族可以一夫多妻，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老婆，只要你有足够多的牛。到了当地部落，看到一户人家有几个篱笆房，就代表这个辛巴男人娶了几个老婆，因为每个妻子和他生育的孩子都是住在同一间篱笆房里的。但每个大家庭的主人是大老婆，掌管着丈夫和所有小老婆的经济大权，孩子由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抚养。辛巴人的服饰非常简单，男人就是一块布头，女人的装饰主要在头上和颈部。女人们把辫子编好后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红泥，均匀地排列成扇形，头顶上用动物皮毛做成各种形状的装饰，脖子上、手腕上、脚腕上的饰物各种各样，金属的、动物的脚、骨头或牙齿等。谁的脖子上戴的装饰物越多，谁就越富有。由于身上涂着牛油和植物混合的红土，浑身都是红色的，所以也叫红泥人。辛巴女人头上的装饰各种各样，项圈也是各有不同。这些装饰物戴在她们身上是别样的美丽。辛巴的女人喜欢穿小裙子，过去的小裙子是动物皮，现在是各种花色的布料。有的女孩小裙子很漂亮，很有层次。这个女人的身材非常苗条，腰部的装饰也非常漂亮，配上长长的珠宝，走起路来1步3摇，非常漂亮。大老婆的房间里的墙上也挂着很多项圈装饰，象征她的地位和富有，而别的老婆的墙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非洲部落，只不过这个部落如今的人口凋零实在是太过严重，所以也就被评为是一个即将消失的非洲部落。辛巴人如今人口不足2万，很难想象他们3个世纪前人口曾经遍布非洲大半个地区。说起来，这可能与他们身上的诅咒有关。辛巴族有个神秘的遗传基因，专家考证过，辛巴族的男性在15岁之前夭折的概率特别高，导致了辛巴族部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大约是1比11的概率。关于这点至今没有解决办法，所以该族的男性繁衍后代就成为他们重中之重。对此，部落也进行过很多举措。前面说了，这里的是一夫多妻，男性10几岁成年就可以开始迎娶妻子，并且要尽快繁衍后代，对于妻子的数量并无限制。其次，当地女性对两性特别开放，男女关系非常随意，几乎从13岁开始就在完成部落重任，所以这里年轻妈妈的身影也并不罕见。最后，这里对于妻子生的孩子或者是情人生的孩子都一视同仁，因为人口真的太少了，让他们感觉迫在眉睫，让人感到心酸，犹如一个帝国最后的辉煌。但是即便有着这样的婚配传统，辛巴族人口还是在不断萎缩，因为有一些辛巴人已经离开了丛林中的村庄，进入了城镇里生活，甚至有些人已经到了1000多公里之外的首都温德和克去谋生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这个生活在原生态中的民族突然有一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订阅读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